现在呢坐上了这个滨河列车。这个滨河景观列车呢，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沿着阿尔卑斯山山脉欣赏海拔变化，山啊、山口啦、隘口啦、深谷啦、纵横。有没有看到最大的特色就是呢，在这里面不能打阳伞了，这里面上面是天窗，你看看玻璃清气溜溜啊，哦，这个国家空气哈。有清气无得在，这火车你走啊，玻璃无你切的啊。但是玻璃清气干，那这也是它最大的特色。坐在这上面做什么？看看外面的景观，有这个外面的景观呢，这个阳光呢打了进来，有没有？有阳光打了进来，在这里面呢非常的明亮啊。有的人会选择在火车上用上一餐，有的人呢会觉得火车上面的餐食呢。没有那么棒啊，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呢会下车吃哈。那火车的餐食好还是不好呢？那见仁见智，在火车是吃氛围的啊，一个气氛呢。那在火车吃饭，哇塞，我告诉你，那整个费用完全是颠簸哈。所以有时候很多的旅游团体他并不会安排在火车上吃饭，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的整个报价会变得很高哦。你对消费概念如果清楚的人就会哈，可能整个成本涨了3、4千块啊。那这个有时候你去多做这个消费哦，你又觉得假没哈啊，中老人两个假没哈哦，就感觉就不一样。但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一个入境随俗啊，真的到世界各国去品尝他们美味的食物，去品尝他们不同的风味，很棒的瑞士的滨河景观列车。滨河特快车。我今嘛伫滨河特快车顶管的车顶咧行哈，这就是滨河特快车。滨河特快车上大的特点是啥货啊？有真大这个塔卡门啊，这个窗户呢可以把外面的阳光照得进来。你看我一个车厢穿过一个这，刚刚穿过的是它的餐厅区哈，它有一节车厢里面是餐厅哈，然后每一节车厢呢基本上大致拍谁哦，这个基本上大致都相同上面有餐厅。滨河特快是一条行驶策马特行驶到圣母女支之间的铁路线呢，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观光路线哦。有劳迪亚铁路及马特洪峰哥达铁路2个铁路公司一起来经营它。但是当然我们并没有做全段因为做全段来讲的话呢，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更高的经费啊。在路程过程当中，滨川特快一共会经过291条铁路。来，你看看这个沿路的景色，水吧。今晚个看嘛，我后边这里这个是 bar 就是呢餐厅。你看它的椅子不好你坐的，小块安那好你推的呢很特别一般来讲呢，让你简单的买个饮料，车上东西当然也不便宜291条桥梁，91个隧道，通过海拔2000多公尺的欧伯拉普隘口，时程总共把它做完需要7个半钟头，原则上我们算8个钟头所以可以说8个钟头游遍阿尔卑斯山仙境。我们走了一半最重点的一半，到瑞士的滨河列车，它这一条铁路呢，最特别的是它也是什么？全世界最慢的特快车。为了让你欣赏美景开那么快你就看不到了，将近8小时的旅程，在海拔500公尺到2000公尺之间的高低起伏，连酒杯，这里的酒杯也设计成斜角形的，为了搭配了这个滨河列车造型之外呢，也为了搭配滨河列车在哪里，在这种高高低低500到2000公尺之间起伏的山路，所以这段路程讲真的美，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美而瑞士不会讲，你总是会觉得那奇怪，那我说在叫水你的反应是这样子的怎么会有地方这么的美丽这就是来瑞士最不一样的地方。瑞士滨河列车的慢飞，体验欧洲最慢旅行。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慢慢来，在欧洲绝对跟亚洲有最大的差异，慢慢来是所有欧洲人做事的标准。
在瑞士搭车、火车行进在瑞士的山城山景之间，窗外的美景呢不会停止，从来不会断过，除非高速公路了哈。但是高山谷地、流水、小木屋，你看看这些小木屋都是瑞士山城的代名词。在瑞士，你可以感受到，尤其是在阿尔卑斯山的沿路啊，它的独特之美。这些小木屋呢，往往都是独栋一栋啊，就出现在山坡上面啊。窗外的景色呢，一直随着这个车子在阿尔卑斯山的沿山山脉走哦，一幕又一幕不一样，一下是平原，一下是小木屋哦。而这些小木屋呢，又散落在这整个丘陵地上、小山坡上面哦。在瑞士中部山谷之间的小镇呢，尤其是阿尔卑斯山被这个群山环绕哦，哇，真的哈、每一间呢都好有氛围啊，每一间都好有感觉啊。很多人说呢，瑞士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山屋小木屋聚集地之一哦，一点都不会太超过啊，真的哦，在整个瑞士的山中走哦，看不腻的景色啊。到这里呢，整个过程、整个氛围呢，有些木屋呢盖的呢，就像童话故事般的世界一样啊。所以来到瑞士，山路还有呢车景，其实是一个重点啊。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前面其实不断的坐火车，对不对？这一段，现在从这一段开始，我们是不断的车景再车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走上什么？瑞士最有名的盘山公路啊。这个盘山公路呢，哇哦！如果天气好的时候，看到牧羊人呢，带着羊群走下来，更是不得了。而现在呢，是由我们的司机将开上这个盘山公路呢，欣赏盘山公路的壮景之外呢，也会发现瑞士另外一个独特美丽的地方。瑞士人除了很会盖隧道之外，你也会发现它公路之美。有没有发现底下的路？哎呦底下的路按那个哈，你看看多美呀哈！这就是瑞士的盘山公路哦。这一条道路呢，其实并不是会标列一个点了，但是这一条道路呢，是附赠在瑞士之美当中哦。所以来到瑞士，你看到这一个哇，有独特的这个景象呢，最棒的也就在这个地方啊，盘山公路啊。沿路上呢，你可以看的这些路呢都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栏杆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它这旁边呢是很简单的踩几几那样就让你呢稍微做一个阻隔。这一条道路最特别的在于哪边？很多的环山自行车最佳
也被列为世界上10大最佳的自行车旅游路线，就在这。所以你沿路上也在看的家者坐自行车的，你看我们这个车子越开越高，再往下看这个又感觉跟前面看到阿尔卑斯山不太一样。而且呢，在台湾登山步道你会发现呢，硬体设施其实做的还算蛮完善，不管你去登山或者是在开山路有危险有顾虑的地方呢，警告标志一堆，沿路设置一大堆半高的这种栅栏围起来，围起来再围起来。路上一直看到很多的标语，有的标语还插了2-3个，顺便夹带广告那在瑞士呢是完全的两码事瑞士不管是登山还是你开这个环山公路都一样这当中呢很多时候呢是没有栏杆的没有栏杆的。对瑞士人来讲，这个民族他怎么可能不懂栏杆的重要？你看沿路上很多骑自行车的有没有？他怎么可能栏杆？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个国家有钱呢，人民水准素养教育这么高，怎么可能不知道？对瑞士人来说，知晓大自然的危险性，当然知道但是你去了解，你看我们车子为什么停在这边因为这个自行车来，无法度小闪车所以呢，咱就动起来动起来了呢，后头前个车先过来这嘛是一种礼貌真的真奇妙外国人开车歹在嘛有啦，但是外国人开车真的比真的跟我们比有过之而不及的礼貌，遵守交通规则，非常。你看礼让完之后他才开，过程当中呢没有一种你争我夺的感觉就是大家互相礼让那我刚刚讲过了，对瑞士人来说，他们当然知道什么叫做危险，他们的设施可以做得到，也对他们来说很简单。但对瑞士人来说，你知道他有一个概念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大自然是有危险性的？你知不知道大自然有危险性是一种常识跟本能？这还需要告诉你吗？你在爬山，人本身有本能嘛，对不对？本能，人真的动物本身有本能，知道什么是危险性，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危险性的常识跟本能是你必须要知道的，所以他觉得干嘛架设栏杆的必要？你去登山，难道你不知道登山是具有危险性的吗？有因为护了这个栏杆就不会导致成你的意外吗？意外的产生不是这些栏杆没有做，意外的产生是你自己有没有小心。所以对瑞士人来说，包括你去开山路，我为什么标语要做那么多？你现在上来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这条山路，礼让、放慢速度都是你本身该具有的常识与本能。这个你不要说我们没有驾导致成你在这上面飙车你看这个思维是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在亚洲，我们政府机关需要做好完善的措施，避免我们产生任何的意外，变成受害者。不然呢，他就告死你，对不对？在瑞士，在欧洲人，很多人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观念，自己本身常识跟本能不够，还想要怪政府。对啊，就像在欧美国家，他有时候在湖边，他设了一个警告标语，禁止你，这个叫什么？游泳，怎么说？不能在那边嬉戏那当你嬉戏游泳了，救难人员来救你了，完蛋，你还赔国家钱呢，他还不止赔你钱，他还跟你索讨但是呢，在亚洲国家不一样你标语一定要一直放一个不够，放2个，放2个不够，放3个，放到最后还可能会有人叫你把这个什么救生员放到那个山上的湖区里面，看有没有人危险，都告诉你不能有了，对不对那你还需要设立那么多的标语，溺毙之后还会怪什么警校人员来得太慢，对不对还会怪什么？怪说这里标示不清没有人管他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所以来到国外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经验，很多的知识，人家告诉你一次就够了不需要讲第2次剩下的你自行负责再来呢，很多东西叫做常识本能台风天你去海边看被卷走了，还怪人家这个救难不力，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以在欧洲，在瑞士对他们来讲这种是不需要特别一讲再讲的。你看我们的司机就停在这个路边，这旁边也没有栏杆所以我们就必须不断的一直讲，告诉客人说小心小心小心。但是呢，其实停在这路边怎么样？下车拍照，对呀，你自己本来就要小心，美景当前，特别留意。有看到这些盘山公路吧我们从盘山公路继续往前开看到这些盘山公路有没有很震撼
我们刚刚行驶其中一小段啊，所以可能不会感受到这个盘山公路这种弯道这么明显。现在呢，我们坐在这个车子上从空中看，再坐车子看，感受不一样。其实这一段路我们刚刚坐滨河列车的时候已经经过了我们是走了一小段的回头路，走上这个盘山公路。为什么？我们必须走上这个盘山公路，跨越过这里，到下一个我们这一次的瑞士三大名峰。瑞士三大名峰的第3大，我们将前往哪里？白朗峰我们将前往白朗峰所以现在我们是准备前往瑞士的3大名峰，第3个白朗峰。但其实白朗峰已经坐落在哪里？法国境内了。它在这个边境地方有没有看到这沿路上这景色美不美？真美瑞士的四季呢是分明的，非常清楚，非常明显不同于欧洲南部常年沐浴着这个阳光的意大利也跟波罗的海以北冬季漫长的北欧不太一样在中欧西南一个三国，瑞士有着截然不同的分明的四季遵循着这个大自然的这种正常的规律，季节交替着瑞士的春季、瑞士的冬季、瑞士的春季呢，还有很多传统的节日在瑞士展开来那瑞士也有原住民所以呢，还有瑞士的冬季开始了滑雪季节的开始。在这个国家，并没有因为四季而萧条的起来。你看这些路有没有骑士啦、脚踏车啦、摩托车骑士呢？几乎把这边奉为圣地每一个人呢都来这边呢环山一下很棒所以在每一年瑞士春季开始呢，阿尔卑斯山上开始整个冬季的初雪融雪开始融化掉了欧洲瑞士素有花园之季，春季是这个花园欣赏赏花的最佳时间，一路延伸到隔年的春季，所以一年四季瑞士都可以来观赏。像前面这个骑自行车的有没有？下坡是比较轻松的我们现在呢正一路往下坡的方向走你看每一个几乎都是发夹弯 U 型的大转弯从这一段开始，我们在国与国之间的边境行走喽。在欧洲旅游，尤其是像瑞士它周遭接壤着非常多边境国家。在这边境国家呢，穿梭着呢，其实可以顺道。很多人说我要单纯的瑞士旅游就好，其实，在边境国家很难去区分这到底是属于是不是单一国家，因为往往有可能50公里你就跨越了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呢，就介于在国与国之间。现在我们所到的白朗峰，也就介于在瑞士、意大利跟法国之间的边境，距离每个国家几乎呢，大概是40-50公里就可以到达白朗峰。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这一次才会统一的把名称叫做瑞士三大名峰。其实白朗峰它是坐落在于法国境内，那离瑞士50公里左右你就可以到，而离意大利呢更不用讲，坐缆车都可以跨过去。
是白朗峰的缆车，这是夏目里。夏目里是白朗峰山脚下，前面那个就白朗峰哦。夏目里是白朗峰山脚下的一个特点啊，一个重点啊。这个地方属于法国东南方，接近瑞士与意大利国界的一个山中的小城，人口1万人左右哦。在这个地方，它拥有世界上密度最高的米其林餐厅，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度假胜地。而这个夏目里呢，一直以来呢，归属很多人管理过哦。曾经是日内瓦的，后来也是萨丁王国的。法国大革命跟拿破仑帝国后来又将它并入为法国，所以呢，这里就变成了拥有多元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基本上呢会讲个3个语言是很正常的啊。夏目里是法国高度最高的镇之一，欧洲最高峰白朗峰海拔4810米，就在这个境内。它是欧洲知名滑雪胜地，所以呢，一般所有的白朗峰的攀登起点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城镇因应着白朗峰而兴盛起来啊。而来到了法国的白朗峰，我们也当下会感受到法国跟瑞士在消费上就有一点差别了啊。但是今天你看太阳这么大，但山顶上的风呢超强，强到呢这个白朗峰的缆车是不能够行驶的。大自然的变化就是这样啊，风和日丽啊，没有风和啊，只有太阳很好，但是却没有办法上白朗峰看南针峰，欧洲最高峰啊。那因为山上的风太大，所以呢，白朗峰、南针峰山上的要通往这个南针峰山上的所有的缆车呢，全部都停止哈。那在白朗峰附近还有一个冰河列车，但为了让我们欣赏到南针峰，我们及时修正了一个我从来也没有来过全新的点，但其实这个点在欧洲非常有名哦，因为一般的人来到了法国白朗峰这个地方呢，他不会只玩1天呢，通常可能在这边待上3天到5天，会把这附近的山全部都玩完。这一座山除了可以坐缆车之外呢，也可以登山健行。很多人都听过白朗峰，它是欧洲境内最高的峰，它也是万宝龙比上面的 mark。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一座峰呢，就完全的是另外，在白朗峰的南针峰的对面啊，这个地方呢，也在霞慕里内啊。虽然你要走一小段才可以过来这边，但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雷布雷凡峰哦。征服欧洲最高峰是南针峰，但是呢，在南针峰看不到白朗峰、南针峰的全景，但是你到了对面的雷布雷凡，它就可以看得到山顶的景观。上来这上面完全跟白朗峰不一样，为什么？它多了一份休闲宁静，没有南针峰的拥挤，但相对之下呢，还可以看得到南针峰、白朗峰的全景。在这边要登上2次的段落缆车哈，我们因为天候因素没有办法登上南针峰，但是却也开创了一个市场上在亚洲市场非常少见的，来到了勒布雷凡呢，就在南针峰的对面。有没有看到？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咯。哦，这个角度呢，视野非常的好。有没有看到？也没什么人啊。哦，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看到前面的白朗峰最高峰南针峰哦。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白朗峰对面的勒布雷凡缆车站啊。很多人，大部分不是很多人呢，几乎99%全部都是上白朗峰的南针峰，因为天候因素啊，让我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视野、新的景点。勒布雷凡峰就在南针峰的对面，海拔2525公尺啊。而在霞慕里的西北面，也是霞慕里主要的滑雪区之一，勒布雷凡峰哦，这里呢就跟着南针峰两相望喽。这也就是它的特色啦啊！来看完之后呢，我们就准备下山了啊！这一段缆车这里是不是很特别啊？放心啊，等一下呢，回到了市中心呢，我们再逛一下霞慕里这个霞慕里
拥有了不一样的霞慕里的景色。所以霞慕里小镇、白朗峰，尤其是这个小镇，让我流连忘返，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一年四季都有来过这个小镇，甚至还亲自带着我爸爸妈妈来所以这个小镇太吸引我了而这个小镇呢，也就我前面所讲到的法国、瑞士、意大利3国的边境，白朗峰山脚下的度假小镇，这里是攀登白朗峰的起始点，冬天更是一个滑雪胜地在这里面主要的商区呢，都集中从车站这附近这一带在这边逛街很休闲，商店也很集中，很多的高级名牌、当地的物品都可以让这边想想这是度假滑雪胜地呢。而这里呢，卖最多的就是登山用品到法国街道的气氛呢，一样都是欧洲，霎时之间呢，发现真的法国跟瑞士氛围就是不一样，街道的布置呢，比瑞士浪漫了一点，拥有着法式的浪漫瑞士好像比较务实瑞士卖的是 original， 就是原创的那个景色那在法国就不一样，真的就多了一点法式浪漫消费当然呢也平价了许多。霞慕里是攀登白朗峰的起点市区里面有2座登山者的雕像，是西元1786年首位成功登顶白朗峰的法国医生那另外一个呢是瑞士的植物学家也是一个高山向导他们用手指的方向其实就是白朗峰当时的登山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下一座峰嘛，瑞士3大名峰已经走完了其实有一大名峰白朗峰是在法国。我们现在驾车从法国边境这里离开。